2026的国漫市场竞争依旧激烈，第一季度上新国漫只有40多部，200多部在更国漫，但这些后浪依旧没有对前浪造成威胁。仙逆以高达11亿的有效播放量断层第一，遥遥领先第2名。接下来豆豆就为大家盘点一下2026国漫排行榜前10，一起来看看你心水的国漫有没有上榜吧。第10名，一人之下第6季。作为2026开年最受期待的2D 国漫，《一人之下》第6季开播2小时，热度直住破了2万1，登顶站内国漫榜热度榜多榜第一。豆瓣开分 8.2， 腾讯评分 9.5， 并且在第一季度斩获了3亿的播放量。24古秘，蜀中见故人。第6季承接碧游村事件，张楚岚为了探寻假参之乱的真相以及宝儿姐的身世，带着从陆锦老爷子那里得到的36贼名单，率队闯秦岭24节通天谷，揭开吴根生的秘密、八奇迹的全貌以及宝儿和吴根生的关系。假参之乱的真相也逐步曝光。这一季虽然在制作上争议很大，但剧情高度还原，疯狂回收伏笔，可以说是整个系列中最燃、信息量最大的一季。第9名，凡人修仙传。凡人2025年以 26.14 亿的播放量登顶国漫第一。虽然它从2026的1月3号停播至今，但依旧斩获了 3.1 亿的播放量，位居第一季度国漫第9。要知道整个榜单中停更的只有凡人，不得不说一句老魔牛逼。目前新年番木兰之战已经定档6月13号，总共52集。这一季也是人界篇的终极高潮，天南与木兰全面开战，让我们一起期待一下韩老魔大杀元婴的封神之战吧。第8名，神印王座。神印王座自2022年开播至今，经历4年长跑，终于在今年的4月份以208集圆满收官，在整个第一季度斩获了 3.2 亿的播放量。虽然总是被观众戏称恋爱王座，但神印王座自开播以来的成绩一直都很好，龙浩辰更是被誉为国漫3观最完美的男主，大结局时的全员婚礼登顶热搜，可以说是目前国漫最圆满的收官之一。第7部，遮天。遮天首部剧场版《悲观战王腾》在4月份上线，全网预约量超214万，开分高达 9.6。剧场版中还原了原著经典的名场面悲观战王腾以及抢婚救紫月。这场荒古圣体和乱古传承的宿命对决，是叶凡称帝的觉醒之战。截止2026年的4月份，遮天全平台关联播放总量已经突破了170亿次，而动漫在2026年第一季度的有效播放量也高达 3.3 亿。第6名，斗罗大陆2绝世唐门。作为国漫顶流大哥斗罗1的续作，绝世唐门绝对是开播即巅峰，高开低走。但不得不说，一哥就是一哥，即便斗罗2无法延续荣光，光吃老本也能常年稳居各大榜单之中。在目前观众审美疲劳、剧情魔改、删改感情线的情况下，斗罗2依旧在第一季度斩获了 4.4 亿的播放量。腾讯早已经宣布要打造斗罗宇宙，作为这个宇宙中承上启下的绝世唐门，目前仅仅只能靠情怀稳坐头部，难续前作佳话。让我们期待一下后续的斗罗宇宙能否再现辉煌。第5名，吞噬星空。只想在地球买房的疯子最近已经打到了原始星。5月1号，吞噬星空剧场版决战原始星已经上线，开播2小时就登顶国漫榜、3D 榜、热播榜以及热搜榜，4个榜单均是第一，被网友称赞战力与制作从头燃到尾。不得不说，罗城主属实牛逼，这么多集了，一直在打，仅仅第一季度就打出了 4.4 亿的播放量。而且虽然打戏很多，但在特效上吞噬星空从来没有拉胯过，就是有点可惜，女主越来越镶边。不过这也不怪制作方，毕竟原著就是如此，如今每集都能看到过半尊者已经很不错了。第4名，完美世界。完美世界作为国漫玄幻长青顶流巨作，全系列总播放量已经超过了252亿，仅次于斗罗大陆系列，稳居国漫历史总榜第2的位置。最近巅峰期更是凭借十王之战的名场面拿下了近5000万的周播放量，第一季度总播放量 5.5 亿。目前剧情已经推进到了10号闯入轮回池，修成不灭金身，踏入斩我境界，即将一举反杀追杀他的异域人马。完美世界的槽点和吞噬星空有点类似，不断的打杀杀，让不少观众表示有点看腻了。但它的快节奏以及顶级的战斗美学特效，又让很多观众一集都舍不得落下。第3名，斗破苍穹年番。回头一看，斗破自2017年首播以来，即将播出10年。
作为南屏头部 IP 的斗破，不管是动漫还是电视剧，在改编初期都借了原著这个超热门 IP 不少光。电视剧具体怎么样，兜兜就不说了，毕竟咱们这里是国漫频道。动漫这一块只能说热度一直有，但巅峰有且只有那么一季。2024年的时候，斗破也曾凭借正片 28.05 亿的播放量成为当年的国漫第一。目前来说，斗破的成绩也非常好，全系列累计超150亿的播放量，抖音话题播放700亿加。如今眼看着即将要收官了，热度也在持续攀升。2026第一季度就斩获了 6.3 亿的播放量，稳居国漫排行榜第3。目前离收官的209集只剩下12集，对于年番已经摆在这里了。豆豆只希望制作方能好好做剧场版的双帝之战，毕竟只有做好了，才能让人心甘情愿的掏荷包嘛。第二名，剑来第二季。剑来第二季2025年底开播，一播出就以断层的热度登顶国漫巅峰。腾讯视频预约人数高达891万，11个小时热度就破了2万5，全网累计播放15亿加，正片有效播放量高达 6.8 亿，稳居国漫榜单的第2名。成绩好到马不停蹄的就安排上了电视剧版，男主的戏份在前2天就已经杀青了，速度不是一般的快。剑来第二季承接第一季的剧情，陈平安护送宝平前往大隋山崖书院求学，这一路杀机四伏，各种算计都浮出水面。第二季依旧是十分出色的水墨国风，打斗特效堪称炸裂，那个叫阿良的男人也帅到爆炸。第一名，仙逆。仙逆妥妥的2026国漫第一，他第一季度斩获了高达11亿的正片有效播放量，比榜单第2名的剑来整整多了4个多亿的播放量，中间塞个凡人修仙传还少1个多亿，单集稳定5000万加的播放量，堪称是年度现象级国漫。仙逆自开播以来，除了最初那段时间热度一般，后续就像疯了一样，热度从上去之后再也没有下来过。目前仙逆总播放量已经破了200亿，常年稳居腾讯国漫榜首，第一季度日榜登顶45天，目前妥妥的腾讯一哥，无人能撼动他的地位。仙逆有一点我非常爱，节奏快、高还原以及反套路。要知道4集浓缩原著71章的内容，这可是隔壁的隔壁斗破拍马都赶不上的程度。王林将我命由我不由天的逆道精神展现得淋漓尽致，打斗特效和人物建模方面，仙逆也吊打隔壁的隔壁，哪怕只是个出场的路人，建模也没有人山人海，可能这就是人家能够成功的原因吧。以上这10部国漫，想必很多都是大家的老熟人。这一路走来，豆豆也的确看到了国漫的不断成长，也希望未来会有越来越多优秀的国漫能够上榜。这份榜单里，豆豆曾经最喜欢的是斗破，如今最喜欢的是仙逆和凡人。不知道大家喜欢哪一部国漫呢？可以下方评论区留言告诉豆豆哦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啦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